欢迎来到 The Debate， 一场洞悉多维视角的深度对话。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怎么说呢，足以让全网的企业 IT 经理都彻夜难眠的话题。哈哈，确实，真的是彻夜难眠，对吧？就是当你把一个拥有自主行动能力的 AI 直接放进公司的数字金库里时，你到底是该给它配上厚重的锁链，还是给它绝对的自由？根据我们今天重点分析的内部技术白皮书和近期的行业部署案例来看，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了。没错，我们现在其实正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上，也就是整个行业正在从那种你问我答的绘画式 AI 向执行型 AI， 也就是 actionable AI 跨越。那近期的焦点大家肯定都知道，就是腾讯最新推出的那个桌面级 AI 智能体 WorkBuddy。它全面兼容了最近在全球开发者社区爆火的开源项目 OpenClaw， 也就是网友们戏称的小龙虾。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讨论的核心争议。针对那些正在评估新软件部署的企业 IT 管理者来说， WorkBuddy 它采取了极其严格的安全措施，比如把 AI 锁在沙盒里，限制文件访问，还有长达180天的强制授记日志，以及统一的计费拦截。对，防护可以说是武装到了牙齿。是的，这就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分歧。这些严苛的安全护栏究竟是为企业级 AI 的大规模部署铺平了道路，还是说它从根本上扼杀了 AI 作为智能体的生产力潜能？代表我个人的立场，我认为在企业环境中，严格的安全与权限控制是绝对的基石。没有这些 AI 根本不是生产力工具，而是随时会引爆的定时炸弹。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问题，我坚持认为，以沙盒机制为代表的严格安全屏障，本质上是对 AI 智能体自主调度能力的束缚，过度强调风险防范，极大限制了 AI 跨应用执行复杂多步任务的功能灵活性。可是，让我说完，这就像是给一个顶尖的运动员穿上了极其沉重的紧身衣，你确实保证了他绝对不会摔伤，但也彻底扼杀了他赢得比赛的可能。这个比喻很有意思，但如果我们看看不穿紧身衣的后果呢？近期开源社区的 OpenClaw 确实火爆，但白皮书素材里明确提到，它暴露出的安全危机是致命的。全球有超过13.5万个 OpenClaw 实例是直接暴露在公网中。这个主要是因为很多开发者为了追求部署速度，直接用默认配置运行了大个容器，他们没有去配复杂的网络防火墙，这是人的问题，不是 AI 的问题。正是如此，人永远是会偷懒的。更可怕的是，这其中有15000个实例存在 RCE 漏洞，也就是远程代码执行漏洞。对于非技术背景的听众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普通的软件漏洞可能只是导致程序崩溃。但一个拥有自主执行能力的 agent， 如果存在 RCE 漏洞，黑客就可以通过外网向您的 AI 发送恶意的提示词。AI 会把这些恶意指令当作正常任务，直接在你们公司的服务器上运行系统级命令。哇哦，直接下发命令。对，比如直接打包下载你们的客户数据库，或者悄悄植入勒索病毒。任何一个理智的 IT 经理会允许这种缺乏管理的引子 AI 在内网野蛮生长。WorkBuddy 通过沙盒隔离，恰恰证明了 AI 完全可以在受控的环境下实现体效。你的担忧我很理解，但是这个推导逻辑存在一个明显的漏洞。你把开源社区那种粗放的极客式的部署等同于执行型 AI 本身固有的风险，难道不是吗？当然不是。我们要明白 AI 智能体之所以被称为 agent， 而不是一个几十年前的自动化脚本，是因为它具备在复杂的真实操作系统中自由穿梭、自主规划并完成端到端任务的灵活性。我们可以具体谈谈你说的这种灵活性。好，那让我们设想一个真实的非标准化的企业复杂多步工作流。假设你们公司有一位财务分析师，他需要让 AI 智能体从本地一个未授权的成就 ERP 系统导出目录中，注意是未授权的隐藏目录。很常见的企业现状，对吧？然后读取隐藏的财务数据，接着跨应用去检守3个月前的历史往来邮件进行核对，最后将分析结果写入一个受保护的部门共享网盘，并生成一份可视化报告。这正是执行型 AI 应该大显身手的地方，对吧？听起来是很理想的工作流。但是一旦引入 WorkBuddy 这种严格的沙盒机制，这套流程在第一步就会彻底卡死。为什么？因为沙盒的本质就是告诉 AI，你只能待在这个指定的文件夹里，外面的世界你既看不见也摸不着。智能体一旦试图访问未被显示授权的目录，任务就会立刻被迫终止。
严格的权限控制让 AI 变成了只会按预设轨道行驶的玩具，它根本无法应对企业中那些充满变数、跨越多个信息孤岛的真实工作流。这个切入点确实很犀利，但如果我们换个维度来看，你其实预设了一个错误的前提，也就是高效的复杂协作必须建立在无限制的底层系统访问权限之上。难道不是吗？如果你连文件都看不到，怎么协作？想象一下，你肯定不会在第一天就把公司整个主服务器的超级管理员钥匙直接甩给一个刚入职的实习生，对吧？哈哈，当然不会，那是在找死。对呀，会给他一个拥有特定权限的安全工作区，这也就是我们说的沙盒。WorkBuddy 的逻辑不是不给权限，而是精细化授权。比如报告里提到，腾讯内部在公测期间有超过2000名非技术岗位的员工，像人力梯员、行政、销售这些，都在沙盒内完成了非常复杂的工作。他们具体是怎么绕过沙盒限制的？以 HR 为例 ，IT 并没有给 AI 开放整个员工薪酬数据库的最高权限，相反，他们给 AI 划定了一个安全的沙盒文件夹，只把需要处理的脱敏后的简历放进去。AI 在这个沙盒里触取文件，通过官方接口调用大模型进行总结，然后生成报告，它根本不需要去触碰底层系统。所以，合理的权限边界不仅是安全的底线，更是高效协作的前提。你说的这个 HR 处理简历的例子很棒，但请注意，这是一个高度标准化的文件处理任务。是的，如果你那个刚入职的实习生，每次需要去档案室查阅跨部门的资料，都必须找 CTO 批条子开通特定的 API， 那他的工作效率就是0。既然本地文件访问受到了沙盒的严格限制，那 agent 就像是被蒙住了眼睛，捂住了耳朵。所以我们需要协议来连接他们。没错，为了让他能真正干活，IT 部门就必须给他接上各种外部的 API， 这就引出了素材里 WorkBuddy 标榜的另一个核心卖点 MCP， 也就是模型上下文协议。对 ，MCP 正是为了解决你刚才说的瞎子和聋子的问题而诞生的完美桥梁。它允许大模型在不获取系统底层危险权限的情况下，安全标准化的读取外部上下文。理论上听起来确实很美 ，MCP 是个好东西，我承认。但请站在一个企业 IT 经理的真实视角来看 WorkBuddy， 号称内置了技能包，支持 MCP， 标榜什么1分钟接入，但这在现实中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等等，为什么这么说？协议标准化不是好事吗？现实的企业 IT 环境，那是充满了各种陈旧的技术债务的，比如制造业10年前定制的 MES 生产系统，或者那种高度碎片化的老旧 CRM。要在企业内部属 MCP， 意味着 IT 部门必须为每一个陈旧系统去开发、维护和更新标准化的 MCP Server 接口。这创造了极其巨大的技术开销。这些老系统连最基本的数据结构都没有，吐出来的全是乱码一样的非结构化数据。如果你把这些数据通过 MCP 强行喂给大模型，由于上下文极其混乱，大模型立刻就会产生严重的幻觉。确实，数据清洗是个麻烦。何止是麻烦 ，IT 团队需要投入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去清洗数据、写接口代码。对于 IT 经理来说，这根本不是什么开箱即用，就是一个无底洞般的 IT 集成项目。我承认你说的对，对于那些10年前的陈旧系统 ，MCP 的初期接入确实不可能真的一键点击那么简单，但你完全忽视了传统方案的代价。我们对比一下传统的企业软件生态，比如要在早期的封闭系统里做深度定制化开发。传统的点对点 API 确实也很痛苦，这我同意。何止是痛苦，那是呈数指数级增长的灾难。传统做法是 IT 部门需要给系统 A 写一套接口去对接混元大模型，再写另一套接口对接 DeepSeek。一旦大模型升个级，好嘛，接口全部作废，又要重写。这确实是个痛点。而 MCT 不仅仅是个桥梁，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万能翻译官。陈旧的内部系统说的是10年前的方言，大模型听不懂。IT 经理只需要花精力为公司的核心系统建立一次 MCP 标准接口，也就是教这个翻译官一次。只有一次吗？对，之后不管是现在的 Kimi 还是明天的 GPT-5，都可以通过这个统一的世界语协议安全地拉取数据。对于 IT 管理者来说，这是用一次性的协议建设阵痛，换取未来的无限扩展性。
这怎么能说是技术包袱呢？这明明是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建设投资啊！抱歉，但我真的没法认同你这个逻辑。让我告诉你为什么。基础设施投资的前提是业务端等得起你这漫长的建设周期。怎么会等不起几个月而已？几个月 IT 经理面临的现实是，销售总监昨天就想要一个能自动抓取各渠道数据并生成周报的 AI 助手了。如果你告诉他，请等我们 IT 部3个月时间来搭建 MCP server， 并且还要把老系统的数据结构先清洗一遍，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他们会抱怨。不，他们会直接越过 IT 部门走向影子 IT。他们会私下下载并运行开源版的 OpenClaw， 或者是像知谱刚刚发布的那种一键安装版 AutoClaw。你只是他们会自己去用外面的 AI 工具绕过公司合规？比那更糟。开源工具不需要你建什么 MCP， 员工只需要用到一个叫 BYOK 的机制 Bring Your Own Key， 也就是员工自己花钱注册一个外部大模型的 API Key 填进开源软件里，然后赋予这个开源软件电脑的最高控制权。天哪，这就等于把大门直接向外敞开了。没错，你可以把这种行为想象成，员工为了赶项目，偷偷给外面的野生承包商发了一件隐形斗篷，让他避开公司1楼的保安，也就是 IT 的审计系统，直接溜进公司的核心机房干活。因为使用的是员工个人的 key， 计费和数据流完全绕过了公司的防火墙。这种因为官方合规工具难用或者是等待期太长而产生的反噬，恰恰引爆了数据泄露的最核心危机。哇，我理解你的看法。你描述的这个员工走私外部 AI 的场景确实让人毛骨悚然，但让我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你大大低估了 WorkBuddy 在用户体验上的降维打击，它正是为了消灭员工这种走私 AI 的动机而设计的。怎么消灭？靠严防死守发处分通知吗？当然不是，是靠体验上的绝对优势。我们常说，一条合规的高速公路如果足够宽阔而且免费，绝大多数人是没有动力去走泥泞的非法小路的。即使是所谓一键安装的开源工具，对于一个普通销售人员来说，去配置环境、申请 API Key、处理莫名其妙的 Python 报错，那个门槛依然极高。可能对部分非技术人员确实有点难，对吧？那 WorkBuddy 是怎么做的？它直接与企业微信、QQ、飞书等主流工具无缝集成。一个出差在外的销售，只需要在手机的企业微信里发一条语音，帮我把本月华南区的销售数据汇总成 PPT， 手机端的指令就能直接远程唤醒他 Office 电脑上的 WorkBuddy 桌面代理去执行。听起来是很丝滑。简直太丝滑了，员工不需要花自己的钱去买 token， 因为系统是统一计费的，也不需要懂任何代码。这种官方工具提供的极致便捷性，对业务人员的吸引力，远远大过他们自己去折腾一套随时会崩溃的开源代码。但是，这条合规的高速公路上可是装满了全天候的超高清监控摄像头啊！你只是审计日志啊？对。你刚才提到的统一计费系统，同时伴随着长达180天的强制审计日志，确实，这让 IT 经理睡得极其安稳，因为员工和 AI 说的每一句话 ，AI 生成的每一行代码，调用的每一个文件，全都被无死角地记录在案。这是合规的要求，但这会带来一个致命的问题，它会从根本上改变人类与 AI 互动的方式。当员工知道这个 AI 同事实际上是带着老板的窃听器时，当 AI 的每一次跨部门文件调用都需要触发用户同意加平台批准的双重警报时，这个 agent 就失去了它那种自主探索、发散思考的灵气。我们买的不再是一个能激发创新灵感的数字同事，而是一个只会按部就班、处处受到严密监视的高级打字机。这种所谓的监视，在企业语境下叫做可追溯的治理。创新绝对不等于失控。我们今天的讨论非常深入。总结我的立场的话，针对企业 IT 经理而言，没有治理的 AI 不仅无法带来生产力，更是一场灾难。WorkBuddy 所坚持的沙盒安全机制、180天审计追踪以及 MCP 协议的标准化，其实并没有从根本上限制生产力。
相反，在当前这个泥沙俱下的执行型 AI 浪潮中，它把那些即刻桌面上充满危险漏洞的小龙虾，成功驯化成了企业内网里真正能落地、合规且可扩展的数字员工。而我的总结是，安全果然重要，但企业必须警惕因噎废食。WorkBuddy 的这种保守设计，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大型科技公司在合规红线面前的无奈妥协。如果我们过度依赖沙盒的隔离，如果不去正视并解决陈旧系统与 MCP 对接的巨大技术鸿沟， AI 智能体将失去其最核心的跨平台执行敏捷性。确实是种妥协。是的。IT 管理者在评估新软件时，绝不能被什么1分钟接入的营销口号所迷惑，必须看穿这背后沉重的集成成本与功能瓶颈。否则，你花重金买来的，可能真的只是一个带着镣铐跳舞的平庸自动化工具。说得非常好。确实，如何在 agent 的执行自由与企业安全底线之间找到那个完美的平衡点，是整个 AI 行业，更是每一位企业 IT 管理者需要持续探索的终极课题。回到我们节目开头的那个比喻，当拥有自主行动能力的 AI 进入企业的金库时，我们不仅仅是在旧门上加几把新锁，而是要彻底重构。没错，我们实际上是在重新设计整座金库的架构。未来的金库必须从一个封闭的死水池变成一个拥有智能风控的流动枢纽。确实如此，无论是开源社区的野蛮生长，还是企业级应用的谨慎布局，关于 AI agent 在真实商业生态中的博弈，源码的每一次迭代背后，都还有太多值得我们深挖的细节。感谢大家的收听，这场关于效率与安全的辩证思考，我们将最终的判断留给你们。再见。我们下次再见。